他真的看出来了。这是万物新生。不好意思啊，宝宝们，一会儿兔主播会在古玩街直播鉴宝哦，大家点点关注，不要走开。主播，你这身行头是认真的吗？可爱兔讲古董，这搭配也太绝了！唉，要不是历史系本科毕业找不到对口工作，谁愿意搁这儿干鉴宝主播的活啊？叶晨，别以为不出声就完事儿了，我好家伙！家人宝宝们，主播先下啦，我直接把你行李等会儿古玩街不见不散啊！赶紧开门！叶晨，你也不想明天就没地方住了吧？你有完没完？你当我愿意拖着房租？我现在兜里就仨钢镚，你想要就拿去。最迟今晚3个月房租，1分不能少，否则我就叫人给你扔出去。好了好了，知道了。不男不女的，看着人都反胃。呸！检测到宿主满足绑定条件，万物今生系统已成功绑定。什么东西？万物新生？这玩意儿能干啥？能换钱不？不好意思，本系统仅能帮助宿主听到1米范围内各类物体的心声哦。那有个屁用！不管了，先去古玩街直播吧，不然今晚就要露宿街头了。家人宝宝们又见面了。现在主播身处本市最大的古玩街，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探索其中，看会发现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真遭罪！我嫡表是老板昨天刚拿电钻刻下去的，1000多年。终于有人懂我了！要被拆穿了！哎呀，就是块普通玻璃呀！这是万物新生，也太牛了吧！有了这系统，这次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家人们、宝宝们，我是你们的主播叶晨，今天就带大家沉浸式逛古玩街鉴宝。想我堂堂端州名宴，出自老坑水岩，当年曾伴唐解元看遍江南春色，助他写下那首传世千古的《桃花庵》。唐解元，那不就是唐伯虎吗？是你吗？你们这群无知的凡人，居然拿我来垫油腻的桌脚，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的天，要发财了，要发财了！别着急，我这就带你离开这儿。老板，你这块垫桌脚的石头卖不卖？哎呦，小兄弟，你这眼光可真够毒的，这可不是什么破石头，这是正经镇纸，你掂掂这分量，压书压纸都绝了。30块卖，我就直接拿走。30块？我进货价都比这高，撒谎！他进货才花了10块，这小子脸皮比城墙拐角都厚。你蒙谁呢？10块钱进的货，30我都给多了，爱卖不卖。你怎么知道？不卖我就走了。哎，算了算了，给你了给你了。家人们，别走开，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是珍宝轩吧？刘老师，您看我这瓶子能值多少钱？放心，这青花着色沉稳，胎质细腻，底款大清康熙年制6字楷书款，笔锋有力，是典型的官窑珍品，保守估计120万。刘老师就是厉害，一眼定真假，不愧是咱们省鉴宝界的泰斗。那可不，有刘老师长眼，从来就没出过岔子。这瓶子看着一眼假啊，按理来说，刘敬山这种级别的专家不该看走眼才对。
刘敬山早就看出来了，他收了这人5万块红包，故意说我是真品，要拿我去坑冤大头。果然，老东西揣着明白装糊涂，借着专家的名头捞黑钱。刘老师，您确定这是康熙官窑真品？年轻人，你这话什么意思？质疑我的眼力？不敢不敢，我就是觉得这瓶子的青花发色虽然沉稳，但似乎少了点岁月沉淀的温润感。你小子故意来找茬的是吧？刘老师都说是真品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天哪，主播这是疯了吗？居然敢质疑刘敬山老师，这可是省级鉴宝泰斗啊！发生什么事了？苏老板，您可算来了。这小子不知是哪里来的愣头青，我好端端给藏家长眼，他却平白无故质疑我的眼力，这分明是不把咱们珍宝轩放在眼里。苏老板，这小子就是纯纯来找茬的。刘老师都定了的真品，他张嘴就胡说八道，您赶紧让人给他赶出去！完了完了，主播这下玩脱了，换谁是老板也得生气啊！有人在自家店里砸招牌，主播这下危险了。苏老板，我无意砸珍宝轩的场子，只是看不惯有人借着专家的名头，揣着明白装糊涂，毁了珍宝轩几10年的金字招牌。黄口小儿，你血口喷人！好，那我就给你说个明白。你他妈疯了！120万的官窑瓶子，你说砸就砸！今天你不赔出这个钱，别想竖着走出珍宝轩！苏老板，您亲眼看见了，这小子当众损坏藏家珍品，恶意打砸珍宝轩的场子，这已经不是质疑眼力的事儿了，这是寻衅滋事，必须报警！这位先生，就算你对藏品有异议，也不该在我的店里当众损毁他人财物，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只能按照刘老师说的报警处理。别急，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个解释。什么？2025年的高仿？我的天，合着真是个假瓶子！刘老师不是一口咬定是真品吗？刘老师，您刚才口口声声说这是康熙官窑，连瓶底内侧的高仿暗刻，您这位泰斗都没看出来，还是说您收了人家红包，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胡说，我没有。没有？那你倒是说说，从业30年的鉴宝泰斗，是眼力不行，还是良心黑了？刘敬山，我珍宝轩请你做长眼专家，是信你几10年的资历，信你能守住行业的底线，收黑钱、知假见真、坑害藏主，毁我珍宝轩几10年的金字招牌。苏老板，我一时糊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来人，从现在起，你被辞退了。我会把这件事通报全省收藏协会，把你拉入行业黑名单。还有你，带着你的赝品，和他一起滚出珍宝轩。苏老板，我错了。这位先生，刚才多有冒犯，多谢你帮我揪出了行业里的害群之马，保住了珍宝轩的招牌。不知怎么称呼？苏老板您好，我叫叶晨。叶先生来珍宝轩，不会只是为了砸个瓶子吧？不错，我有一样东西，想要珍宝轩给个价。这是一方唐寅唐解元当年用过的端砚。这不就是个普通的旧砚台吗？也没什么稀奇的地方。就是，你怎么证明这是唐寅当年用过的？老夫的身份尊贵，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用肉眼就能看穿的？恕我直言，这砚台从外观来看十分普通，且没有明确的款式或流传印记，仅凭口述恐怕难以服众。苏老板是行家，不知可否借您的操作台一用？自然，请。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相传，
唐伯虎当年在桃花坞中与友人饮酒赋诗，一时兴起，在砚台背后刻下了半句残诗：酒醒只在花前坐吃，酒醉还来花下眠。真的有这句诗，简直神了！怎么样，苏老板？不知这方砚台，苏老板能给出什么价位？去年拍卖会上曾出现过一方清代普通端砚，拍出了30万的高价。叶先生，这个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化意义，都远超前者。若是愿意割爱，我珍宝轩愿意80万收购。80万！我的天，发财了，发财了！成交。您可想清楚了，古玩行当买定离手，这方唐银真用端砚品相极佳，若是送去正规拍卖会，成交价很有希望冲击100万大关。没关系，行里的规矩我懂，我可等不到拍卖会了，再不卖出去，我今晚就得睡天桥底下了。好，叶先生，请您提供一下账户信息，在这边稍等一下。80万元，30块直接变80万！叶神，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求戴妃捡漏啊！有了这笔钱，终于能摆脱那个催命的房东了。老苏啊，你连齐白石的画你都能看走眼，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得了。急什么？咱们这不还没赌最后一个回合吗？鉴宝对赌，有点意思，说不定还能再赚一笔。两位前辈，不知道晚辈能不能参与一下你们这场鉴宝对赌？哼，就你，还是算了吧。老夫可没工夫陪小孩子过家家。小娃娃，你也懂鉴宝？略懂一二。就是他刚才就在古玩街捡漏了一方唐寅用过的端砚，直接卖了80万。太好了，来帮爷爷鉴个宝。要是成了，爷爷就把我家孙女介绍给你当女朋友。爷爷，我答应你，不过这孙闺女还是算了。哼，就这么个年轻的半挑子，连看都不看就敢夸海口，也值得你用自己孙女来赌。不过你那年轻漂亮的孙女儿，不如在输了之后押给我做续弦，正好我老伴去年刚走。爷爷，冷静，待会儿在鉴宝上压住他的气焰。是谁？不好意思，脚滑了。爷爷，我们先走吧。哼！这店里的东西我们各挑一样比较，谁的价高谁就赢，谁怕谁？我们也走吧。我这用的是工业墨汁，晕染的毫无章法，只是去年的机制宣纸。就连做旧的茶渍都是昨天刚泼上去的。我那个仿冒的姐姐居然被人花1000万买走了，我好想她。山高水长，物想千万，想我太白真迹居然也没落至此。太白？李白？李白的真迹？不对啊，这明明就是一幅普通的山水画，怎么会传出李白真迹的心声？哎，说来话长，要不是为了藏身躲在这幅画作的夹层里，恐怕我也早就名扬天下了。原来如此，我选这幅。小家伙，今天老朽就好好给你上一课。你选的这幅不过是民国时期的普通山水画，又非名家手笔，根本比不上我选的这支毛笔。哼，看什么看？本小姐可是正宗的民国初年李鼎和笔窗出品。哎，真是一叶障目。小家伙，你真的看仔细了？您放心吧，老爷子，输了算我的。好，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让店家来鉴。这位先生所选的民国山水画，虽画工尚可，但并非名家手笔，市场估值约10万元。而王先生所选的徽州湖笔为名家旧藏，市场估值132万元。本轮对赌，王先生获胜。怎么样，苏老头，认栽了吧？下回喝酒可就该你做东了，不就是一顿酒吗？有什么好嘚瑟的？大不了下回再比过。等一下，你确定这幅画只值10万块？对呀，那这画我买了。啊，小娃娃，你买它干什么？这画根本没什么收藏价值啊！老爷子，我自有我的道理，你就说这画卖不卖？卖！这小子脑子怕不是进水了？10万块买幅破画，
这位先生，10万块，刷卡还是扫码？扫码。画给我。小娃娃，你要干什么？你可千万别冲动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帖。我的天，这里面居然还藏着一幅字帖。李太白，不错，这正是李白的上阳台帖。敢问掌柜，这李白的上阳台帖真迹，可比得过刚才王先生的那支徽州湖笔？这自然是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的。那这次比赛，本次对赌，苏老爷获胜。怎么样，老王？你家酒窖里藏了多年的女儿红，我可早就馋了。我请就我请，能亲眼见到李白的真迹，这局输了我也认了。那各位，既然胜负已分，在下就先告辞了。没想到短短几个小时就挣上百万，这系统也太给力了。爷爷，您没事吧？我听说您在这儿跟人对赌，赶紧就过来了。放心吧，多亏了这位小友，不然爷爷今天可就栽在老王头手里喽。是你？怎么？你们认识？算不上深交，之前麻烦苏小姐帮我鉴定过一方端州名宴。小友年纪轻轻就有这般鉴宝造诣，实在难得。老夫家中还有些私藏，不知小友可否赏光帮忙品鉴一二，也好让情缘多学习学习。看着老头身价不菲，也许能在他那儿再淘到几件好东西。既然苏老爷子盛情相邀，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快坐，快坐，千万别客气，就跟在自己家一样。请坐。哎，想当年我也是康熙爷御窑厂的得意之作，如今却被这不懂行的苏明宇摆在这里充门面，真是明珠蒙尘呐。小友莫非对这些摆件感兴趣？这些都是这些年老夫在古玩摊上淘来的小玩意儿，不值一提。清代中期的民窑精品青花也算小玩意儿，苏老先生未免也太谦虚了。他居然只扫了一眼，就精准说出了年代。爷爷，这谁啊？明宇，不得无礼。他叫叶晨，是爷爷请来的贵客。不好意思，这是我弟弟苏明宇，被家里惯坏了。老夫还有一件压箱底的得意藏品，想请小友帮忙长长眼。这个鼻烟壶是老夫平生挚爱，据说是清代宫廷造办处的出品，你好好给长长眼。怎么样？这鼻烟壶的品相是不是堪称一绝？完了完了，要被拆穿了！苏老先生，恕我直言，您这只鼻烟壶是件仿品。不可能！你确定你没有看走眼？是啊，这是爷爷最宝贝的藏品，之前已经请过好几位专家鉴定过了。我绝不会看错。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爷爷的鼻烟壶怎么可能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苏老先生，您细看这壶身，虽然看着温润莹亮，但仔细观察，玉质里带着一丝极难察觉的杂色，不凑近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真的有？那我的真品鼻烟壶去哪儿了？真品被那个潮包的小伙子卖掉了，装真品的盒子还在他房间里呢。这个可就要问问苏少爷了。关我屁事！这事跟我有半毛钱关系。是啊，明宇虽然平时顽劣了点儿，但应该不敢做这种事吧？就是，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干的？就是他，就是他！我是他在静安堂花1000块钱买来的。是不是去静安堂一问就清楚？你怎么会知道？你给我说清楚！爷爷，我没有。来人，
上家法！爷爷，我错了，我前阵子打游戏急着充钱买装备，就偷偷把您的鼻烟壶卖掉了，买了个假的回来，想着能蒙混过关。你这个逆子！不好意思，叶先生，今天家里多有不便，我先送你出去吧。让您见笑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苏小姐不必放在心上。等一下，还有事？我们珍宝轩目前开辟了直播鉴宝栏目，我希望你能担任主播。我知道有些唐突，但若是叶先生肯入职，我愿意开出年薪100万的待遇，外加珍宝轩的鉴定分红。我去，年薪100万，发财了！那既然苏小姐盛情相邀，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和你一起直播？我相信以苏小姐的鉴宝能力，观众肯定特别喜欢。那行吧，明天上午9点，珍宝轩见。一言为定。珍宝轩分为2层，1楼是常规展厅，2楼是 VIP 鉴宝室。你的办公室在2楼，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请进。在这儿站了3年，总算等来一个能听见我说话的。新来的小哥哥好帅呀，比上次那个秃顶大叔强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希望一会儿就开始直播。没问题。各位家人们，看看我今天给你们请来了谁？没错，珍宝轩的主理人苏晴渊，苏大美女。夜神终于开播了，居然还带了仙女嘉宾。嗨，大家好，我是苏晴嫣。晴渊女神也太美了吧！大家好，叶晨现在是我们珍宝轩的首席鉴宝师。主播今天继续带大家逛古玩街鉴宝。吾乃大明宣德玉之珍品，竟被邪有玷污，和这些破铜烂铁混在一起，简直是奇耻大辱！宣德炉，这声音，找到了。老板，这个炉子怎么卖？那个破烂，500块您拿走。500，您确定？你到底买不买？成交。刘敬山来了，走去会会他。这就是上次在珍宝轩让我出丑的那小子。天哪，居然是鉴宝泰斗周敬之，这下有好戏看了。周大师可是金陵古玩界的活化石啊！原来是周大师，晚辈久仰大名。哦，哼，就是你让老夫的爱徒当众下不来台。鉴宝这一行靠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投机取巧。周大师说的是，不过晚辈斗胆请教，您可知这铜壶的来历？哼，区区一个破铜烂铁，能有什么来历？这摊主摆明了是拿你当冤大头，500块买个教训也不算亏。各位家人们听好了，终于有人懂我了。这声音，宣德炉的鉴别，首重、色、款、质、声4字。这炉子虽然被人刻意污损，但这声音正是宣德炉的典型特征。炉身铜质细腻，色泽内蕴，这是真正的宣党雪花金铜。不错，看来周大师也是识货之人。师傅，这说不定是高仿。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这宣德炉虽然是正品，但表面污损严重，需要专业修复。听闻周大师修复古铜器的技艺独步金陵，晚辈斗胆，想请周大师出手，
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我操！500块钱捡个宣德炉，师傅，这小子分明是在羞辱您，他明明自己会。你小子不仅眼力毒辣，这心思也转得够快。你是借老夫之名抬高这炉子的身价，不知周老肯不肯赏脸？哈哈哈哈，有意思。老夫在金陵古玩界禁运40余载，今日竟被一个后生晚辈将了一军。好，这活老夫接了。3日后你来取炉。师傅，你还好意思说？上次在珍宝轩丢人现眼还不够，回去给我抄10遍革古要论。是。多谢周老成全。二位，那老夫就先行告退了。你今日第1天上班就帮珍宝轩捡了个大漏，今晚必须好好庆祝一下。美女相邀，自是盛情难却。不好意思来晚了，让你久等了。没有，我也刚到。你看看想吃点什么？这家店的法式鹅肝和黑松露牛排口碑特别好。我都可以。你好，需要点什么？2份鹅肝，2份牛排。好的，您稍等。怎么，我脸上有东西？没有，就是觉得苏小姐今晚特别好看。不要油嘴滑舌。不过苏小姐，我一直有个疑问。你说。珍宝轩在金陵古玩界也算数1数2，以你的身份地位，为什么会亲自出来做直播，还愿意屈尊给我当搭档？实不相瞒，珍宝轩看着风光，其实内忧外患。我爷爷年事已高，二叔苏海云一直不满意爷爷将珍宝轩给我打理，暗中开了一家藏宝阁，与珍宝轩打擂台。原来如此，所以你急需做出成绩，稳固自己在珍宝轩的地位。不错。哦，对了，下周有个斗宝大会，你有兴趣吗？斗宝大会？斗宝大会是金陵1年1度的盛事，我收到消息，二叔也会参加，而且什么？听说他们请了京圈最出名的鉴宝大师孙正阳，此人号称火眼金睛，凡是经他手的鉴定，从无错漏。藏宝阁把他请来，显然是要在斗宝大会上彻底击垮我们。放心，有我在，他一定不会得逞。孙老，今天这场子就全劳烦您坐镇了。好说。哟，侄女也来了，这位是？在下叶晨，是珍宝轩的鉴宝师。我听说过你，能让周敬之那老狐狸低头，确实有点门道。不过碰上我，算你倒霉。哦，是吗？那晚辈可要好好讨教讨教。哼，口气不小。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火眼金睛。本次比赛，双方各持100万启动资金，1小时内前往朝天宫古玩市场捡漏，返回后由专家团现场鉴定估价，胜者将获得对方所购藏品。我操，玩得这么大！孙正阳可是京圈出了名的狠角色，珍宝轩这次输定了。斗宝大会计时开始。凭二叔一句劝，现在认输还来得及，省得一会儿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二叔说笑了，斗宝大会还没开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咱们走着瞧。
我去，这就是国家级专家的实力吗？走一路捡一路，也太牛了！孙老可是故宫出来的，玩鉴宝的时候叶晨还没出生呢，这次叶晨必输无疑。这叶大师怎么回事？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叶大师，快点啊！孙老都买了好几件了。我好痛，我的身子这是断了。哎，怎么了？找什么呢？别急，快找到了。你的哥哥。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这字像是张大窃的字。你的哥哥难道是张善子？这是《猛虎下山图》的卷轴。据说这幅画当年战乱后流落民间，后来画卷被珍宝轩寻得，没想到他的画轴竟然会在这里出现。如果两者合体，那可是价值连城啊！叶神这是干啥呢？搁这翻破烂呢？这堆东西看着就一文不值啊！就是啊，这东西有什么特别的？连款迹都看不清，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啊！老板，这个怎么卖？那根破木头啊，给500就行。成交。这看起来就是结蜡木头啊，咱们能赢吗？放心吧。还用比吗？孙老这阵仗，叶晨拿头赢啊！4个锦盒，叶神就一个破木头，这差距也太大了。100万启动金，你就花500买了这么个破烂，我的好侄女儿，你怎么跟这种江湖骗子混在一起？珍宝轩交在你手里，早晚败光了。年轻人，鉴宝这一行靠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投机取巧。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的好。叶晨，这件……放心，这一件足够吊打他所有东西。一个破木头吊打孙老选的宝贝，我看你们是疯了。废话少说，开始鉴定吧。好，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本次比赛我们特别聘请了金陵博物馆现任馆长涂威明先生带领专家团为我们做权威鉴定。下面鉴定正式开始，首先鉴定苏海云坊藏品。涂馆长，请吧。第一件，清乾隆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碗，品相完好，市场估价180万。吴昌若蓝氏图小品真迹，市场估价220万。天哪，光是2件就价值400万！孙老不愧是京圈泰斗，这眼光太毒了。青铜香炉真迹，市场估价50万。这是清代篆刻大师邓石如的江山如画印，石质温润，刀法苍劲，市场估价800万。4件藏品，总价超过1000万，这简直是碾压！孙老这是把朝天宫的底都给翻遍了吧？侄女，二叔早就劝过你，现在认输还能留几分体面。叶晨，涂馆长，现在是不是到我们了？叶先生，请展示你的藏品。涂馆长，您可得仔细看看，别被这破木头扎了手。这卷轴的木料确实是旧物，
但似乎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年轻人，古玩这行水很深，你以为凭着点小聪明就能翻云覆雨？今日之败，全当买个教训。哦，是吗？如果我说我能让这卷轴价值连城呢？口气不小。今日你若真能让这节破烂变成价值连城的宝贝，老夫当场给你道歉。这可是你说的。涂馆长，烦请您再看看卷轴内侧的题跋。这是张大千的字迹！我操，张大千的真迹，就这破木头？不能吧？大千居士的真迹怎么可能扔在这种地方？就算是张大千的字迹又如何？不过是半截残卷，孤零零一行篆诗，既无款识，也无铅印，就是个残件碎料。就是这种残件，顶天了也就几十万，还不够孙大师随手淘的一个100件值钱。哦，几十万？诸位就这点眼力？珍宝轩是不是藏着一幅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对啊，怎么了？麻烦你取来吧。就是这幅。是哥哥的气息，我能感觉到。别怕，你马上就能见到你的哥哥了。谢谢你，谢谢你带我找到他。荒唐！你不会想说这两个东西是一对吧？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认输吧。我的天，居然拼上了！这本来就是一幅完整的画。扇子无兄画此虎，雄风凛凛侯在。哥哥，我终于和你重逢了。弟弟，我们终于团聚了。这怎么可能？这居然是兄弟二人合力完成的！这竟然是张善子亲手绘虎，再由其弟张大千亲笔题跋的真迹，兄弟二人联手创作，珠联璧合，绝对是绝世孤品。涂馆长，不知这幅画现在值多少？张善子的真迹加上完整的张大千亲笔题带，市场价值起步1个亿。1个亿！涂馆长，您没看错吧？你懂什么？张大千和张善子联手的东西，那是能进博物馆级别的。不可能，这不可能！孙老，您刚才说的话可还算数？孙老，你可不能认啊！你要是认了，咱们就全完了。今日之败，是我技不如人。叶先生，老朽有眼不识泰山，给您赔罪了。按照规矩，您的这些藏品我就笑纳了。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造诣，涂某佩服。涂馆长过誉了。 3日后，金陵博物馆将举办乱世遗珍特展，到时候会有许多海外巡回的古董展出，还望叶先生能够赏光。太好了，终于回来了！我终于又闻到了故土的泥土味。当年他们把我塞进船舱，漂在海上的时候，我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欢迎回来。说什么呢？走吧。看来叶先生对文物很有感触啊。每一件文物背后的遭遇，却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前面便是北魏时期的石佛。众生皆苦，所幸归途有期，能再被故国的人注视，便是我最大的圆满。是啊，1000多年了。我在异国的地下室里待了80年，每天都是黑的。我以为我会永远烂在那里，没想到还有能晒到华夏太阳的一天。这些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多亏了无数人的努力，他们才能一点点回家。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上百万件华夏文物流落在海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回家的那天。别过来，别盯着我看，我不是真的，我不属于这里，让我装成国宝，我好害怕。涂馆长，那件展品是什么？那件是唐代罗颠紫檀五弦琵琶的残件，是谁还回来的？是樱花国
去年两国文化交流，他们主动提出归还一批文物，说是当年遣唐使带回东瀛的传世珍品，可惜在战乱中损毁，只剩这结琴身了。主动归还？是啊，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樱花国方面声称这是友好的象征。求求你，别揭穿我，他们会把我融掉的。是樱花国代表团来了。那个穿和服的就是山本一郎吧？听说他是正仓宫的理事。涂馆长，别来无恙。什么友好的象征？我看是欺世冒名的骗局。请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完了，他真的看出来了，我要被融掉了。叶晨，你别乱说，这可是国际场合。这位是叶晨先生，金陵的鉴宝奇才，年轻有为。原来是叶先生。您刚才说欺世盗名的骗局是什么意思？莫非是在质疑我樱花国的诚意？难道你们很有诚意吗？拿一件假货糊弄我们，真当我华夏无人？叶先生真是风趣。这件罗甸紫檀五弦琵琶，是当年由遣唐使带回东瀛，历经1000年传承，有完整的收藏记录和鉴定证书。你居然说它是假的？会吧？官方归还的还能有假？这小伙子是不是太冲动了？得罪了樱花国代表团，后果不堪设想啊！收藏记录和鉴定证书都可以伪造，但文物身上的历史痕迹是永远造不了假的。哦，那我倒想听听叶先生所谓的历史痕迹是什么。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会向贵国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控告你恶意诽谤。你有没有把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件琵琶的真品背后有一道3寸长的斜向划痕，那是天宝1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出逃蜀地时，随行的禁军士兵慌乱中用佩刀不小心划到的。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当时玄宗皇帝心疼不已，还特意命人用金箔在划痕处贴了一朵小小的梅花。历经1000年岁月，金箔早已剥落，但那道深入肌理的划痕却永远留在了上面。你说有就有，有没有？涂馆长一查史书便知。来人，取《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来，查天宝15年玄宗入蜀的记载。马上。真的有记载，天宝15年6月，玄宗幸蜀，马嵬坡兵变后，禁军哗变，御物损毁。来人，打开战柜，我要亲自检查。涂馆长，你万一损坏了文物，谁负责？山本先生若是问心无愧，又何必阻拦？开柜。好个樱花国，果然是假的！山本先生，请问您如何解释？樱花国是否参与了这场造假？我需要向国内确认。确认什么？确认你们用赝品替换真品吗？100年前你们抢走我们的国宝，如今拿一件假货来充好人，真当我华夏无人识货吗？这太过分了！山本先生，我华夏以诚相待，却不想贵国如此行事。山本一郎先生，根据国际法和相关公约，所有被掠夺的华夏文物都必须无条件归还。现在以涉嫌欺诈和文物走私的罪名，暂时限制您的出境自由，直至贵国将这件文物交还给华夏政府。归还国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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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等着！我们大樱花帝国不会放善罢甘休的！真是大快人心啊！这帮强盗当年抢了我们多少好东西，现在还想拿赝品糊弄人，活该！就是叶先生威武啊，真不愧是咱们国内最年轻的文物鉴定专家，太给咱们华夏人长脸了。走吧，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喂，爷爷。今晚有一场慈善拍卖会，你和叶晨一起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拍到什么宝贝。我知道了，爷爷。怎么了？爷爷让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拍卖会，那岂不是捡漏的绝佳机会？
哟，侄女儿也来了。二叔不也是听说有元青花上拍，特意赶过来的？谢谢。又要把我拿出去忽悠人了。我明明上周才从高坊村出场。哎呀，别碰我，我这颜料一碰就掉。造孽呀！我堂堂元青花居然被糊成这副鬼样子，为了冒充全品，把我毁成这样，丑死了！合着全是一堆假货。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怎么样，想不想报仇？待会儿你能行吗？放心吧。各位来宾，感谢大家莅临鼎盛拍卖行。今晚的压轴拍品就是我身后这件元代青花昭君出塞图大盘。此盘胎质细腻，釉色莹润，青花发色浓艳，构图精妙，堪称元青花中的珍品。起拍价3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现在开始竞拍。210万，220万，220万一次，300万。300万，这叶晨上次可是赢了斗宝大会，现在苏庆渊敢叫价这么高，想来这袁清华绝对是正品无疑。350万，这位先生出到35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果然上钩了。 400万410万，450万，460万，500万。这丫头这么死咬着加价，这袁清华绝对是稀世珍品，绝不能让她把这个大漏捡走。 600万，还加吗？收手。算了，二叔财大气浓，这袁清华就让给你了。哈哈，苏大小姐也有认输的时候。 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成交。哼，苏庆渊，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这袁清华转手就能卖上千万，这波血赚，等着哭吧你！这次就承让了。看来这尊元代青花大盘与我苏某有缘，能拍下这样的稀世珍品，实在是我的荣幸。傻小子，还在这儿沾沾自喜，真是抱歉，这么好的珍品，终究还是和你擦肩而过。不过没关系，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确定你拍下的这件是元青花珍品？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这大盘是假的？不可能吧！苏老板也是古玩行的老行家了，怎么会拍下假货？这件东西倒确实是元代的老物件底子。我就说正规拍卖会怎么可能会有假货？只可惜它出土的时候就已经断成了2截。现在我们看到的完整器型，不过是有人用现代工业胶水粘合，再用做旧手法掩盖痕迹的手术瓷罢了。你胡说什么？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呀？我也不知道。你看那个画工，还有那个釉色，看着不太对啊。我是不是胡言？你自己拿放大镜鉴定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你他娘的坑我！是又怎么样？是你自己非要抢着加价，我又没逼你。二叔，刚才您不是还说这元青花与你有缘吗？看来这缘分确实不浅啊。 600万买个手术瓷，苏老板这次真的是亏大了。谁说不是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我废了这小子！老子要让你知道，在金陵地界得罪我是什么下场！叶晨，小心！检测到宿主面临人身威胁，紧急解锁隐藏奖励，形意拳实战套路已自动载入。 还挺顺手。叶晨，你没事吧？放心吧。苏老板，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以后做人做事还是安分一点好。
我们走吧。叶晨，你刚才也太厉害了吧！二叔以后估计再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了。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哼，谢你？你不是说帮甄宝轩就是帮你自己吗？话是这么说，但今晚这局，我帮你出气的成分更多一点。下雨了。你那身衣服不便宜吧？别淋湿了。伞偏过来一点。我们在前面避避雨吧。好。叶晨，你学历史是真的喜欢，还是随便选的？真的喜欢，觉得每一件古董背后都是一条活着的命。只是没想到，毕业了派不上用场。现在派上了。现在派上了。周老来电了，宣德炉我给你修复好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一趟？真的，那可太谢谢您了，我和苏老板明日就去。宣德炉修好了，明天一起去取。周老，我们来了，看看吧。周老，您这修复手艺简直神了！你小子又打趣我。掌柜的，您这是不是收古董？收自然是收的，但要看东西。这位兄弟，你有什么物件？你稍等。进来吧。村长，俺们先在外面等着。这么大的箱子，这就是您要出的古董？没错。这确实是清中晚期的木箱，酒木材质，民间普通制式，从收藏价值来看不算高。掌柜的，你可别瞧它长得普通，这箱子邪门得很，一到晚上就能听见箱子里有女人哭，哭得可惨了。村里人都说这里头住着个冤死的鬼魂。这位兄弟，恕我直言，您这是典型的故事古董，卖的就是个玄乎的噱头，箱子本身根本不值钱。我真的没说谎，这箱子真的会哭。你这编的是越来越离谱了，还是请回吧。我好冷，好黑，救救我！你是谁？我是大明永宁公主朱瑶英。这箱子里居然是永宁公主。这箱子我买了，多少钱？5000。5000，行，现在就能转账，但有个条件，这箱子的来历您得原原本本告诉我。成，这是我家祖传的。祖传的？李村长，
我既然敢花5000块买这个箱子，就不是好糊弄的。说实话，不然这钱你恐怕拿不走。您别生气，我说实话还不行吗？这箱子是3天前我们村后山开山取石，结果挖着挖着山体滑坡了，土石往下塌，这只箱子就跟着滚下来了。滚下来的？是。我们几个跑过去一看，山体垮了一块，上面露出半个黑窟窿，也不知道有多深，里头黑漆漆的。我们几个吓得腿都软，没人敢上去，就只敢这只箱子捡回来。具体位置在哪？后山鹰嘴崖半山腰，有棵歪脖子老槐树，树边上就是垮下去的地方，现在石头还堆着呢。好，你们可以走了。苏小姐，烦请立刻打电话给文物局的人。文物局？这箱子有问题？不是箱子有问题，是箱子里的东西有问题。叶小子，你这是？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谁报的警？说这里发现了重要文物。是我打的电话。你们这些网红为了流量什么都敢编，东西在哪儿呢？这就是一个民间破木箱而已，能是什么重要历史文物？简直胡闹！在下定论前，诸位不妨先听我讲讲。万历10年，紫禁城举办了一场轰动全城的皇家婚礼。新娘是明穆宗的第4女，万历皇帝的同母妹妹，永宁公主朱瑶姝。我以为我会像所有的公主一样，嫁一个温文尔雅的驸马，相夫教子，平安顺遂地过完一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从此彻底坠入地狱。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人人同情的寡妇。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遇到了他。他叫沈燕，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把我当成一个可怜的公主，他会给我画宫外的桃花，讲江南的烟雨，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紫禁城更大更自由的地方。我们偷偷相爱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等你假死之后，我会把你藏进特制的木箱，跟着陪葬的队伍一起运出宫外。到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万历12年，我假死了。入殓前一夜，沈燕偷偷来到寝宫，把我从棺材里抱出来，放进了这只她提前准备好的木箱。别怕，闭上眼睛，等你醒来，我们就在去江南的船上了。棺材里放了替代物，跟着送葬队伍去金山下葬。我在木箱里，跟着陪葬品的队伍走。沈燕说她会在路上把我接走，我就这样等着，等了1天又1天，第3天，我感觉到死亡在一点点靠近。他没有来，他为什么没有来？我们说好的去江南的。永宁公主下嫁驸马，驸马不到1年病死，公主从此守寡。史书上关于她此后只有一句记载：万历12年病逝，葬于金山。这些史料我当然知道，和这只香香有什么关系？我推测，公主当年并非真的病逝，而是借假死出逃。有人在入殓前把她从棺材里转移到了这只木箱。哈哈哈！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离谱的无稽之谈。明代公主假死，小伙子，你编故事之前能不能先翻翻史料？就这破箱子里头能装个明代公主？你当我是3岁小孩？史料记载的永宁公主，确实是在万历12年病逝，但《明实录》中关于她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死因更是语焉不详。您作为文物稽查科的科长，不会不知道，官方史料往往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吧？少跟我扯这些，我是来查文物的，不是来听鬼故事的。好，那我们说回箱子本身。这箱子表面是清代中晚期的榉木材质，但拎起来的重量和同尺寸的榉木箱对不上。而且您看这里，这处木料的纹理，您不觉得有些眼熟吗？
这是金丝楠木。金丝楠木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御用木材，民间严禁私用。一支清代民间的普通榉木箱，没有理由用金丝楠木做内衬，除非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清代的物件，而是明代宫廷遗物，被人用榉木外壳包裹掩人耳目。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也不能证明里面有公主。我推测箱体内部是中空的，有暗格。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验证不了，你就别再胡说了。哼，怎么样？什么暗格？结果呢？空的。难道我判断错了？叶晨，好了，以后不要。等一下，秦教授，您再看这箱底，厚度和其他位置明显不一致，敲击的回音也不同。上层空间是障眼法，真正的东西藏在这下面。确实不对。这怎么可能？他真的在这里等了400年。公主，我们来找你了。这箱子从何处得来？石头村。立刻封村，通知局里安排人手，准备赶赴石头村实地勘察。我之前说话太武断，向你道歉。这一次，你为考古事业做了一件大事。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近日，石头村后山发现明代古墓，出土珍贵文物。文物局专家表示，此次发现或将改写带公主墓葬相关历史记载。据悉，该古墓的发现源于一位热心市民提供的线索。热心市民，连你的名字都没提。提供的线索，提不提无所谓，东西找到了就好。叶晨，中间那一下箱子是空的，你当时有没有慌？有。下面播报一则突发消息：东郊别墅区一名富豪近日在家中遇害，死者全身血液凝固，死状极其诡异。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防范。请问叶晨叶先生在吗？我就是。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想请你帮忙鉴定一件东西。这玉颜色怎么这么深？不像天然形成的。我被人动过，表面涂了东西，他们摸了我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被人动过手脚。这东西是不是牵涉到了命案？看来我果然找对人了。一共2起命案，死者王金福，金陵本地知名地产商，3天前死在自家别墅里。死者张大山，建筑界大师，5天前死在家内，2人死状相同，死因至今不明。所以你们找我是想看看能不能从玉佩上找到突破口。李队，我们办案靠的是严谨的逻辑和证据链，什么时候轮得到一个没半点刑侦经验，全靠哗众取宠博流量的网红对我们的核心物证指手画脚了？这不是普通的玉佩，你们看这玉的表面，边缘有明显的人工涂抹痕迹，不是天然的矿物青色。这东西被人动过手脚，至于是什么，你们检验一下应该就知道了。立刻送检，2块玉佩一起送，今天就要结果。是。这种玉佩不是古玩市场能随便买到的，可能是专门定制，有明确目的的。2名死者之间一定有某个共同的交集，找到这个交集就能找到线索。今天多谢了，案子查清楚才算完。你觉得这案子是什么人干的？用古董做工具，这个人懂古玩。
叶先生，检验结果出来了。结果怎么样？2块玉佩表面都检出了同一种矿物毒素，长期接触会导致血液凝固。王金福和张大山都有长期把玩玉佩的习惯，这就是死因。有人故意在玉佩上涂了毒？没错，而且我们查清楚了2名死者的交集。半个月前，他们都参加过同一场私人古玩拍卖。拍卖会，地下古玩拍卖会，拍品保密，凭熟人引荐入场。举办方是一家叫彩珍轩的古玩行，老板叫孙鹤年，2名死者都是他的老客户。拍卖会结束后没多久就相继死亡，而且每人手里都多了一块玉佩。玉佩是在拍卖会上得到的。我们推测是孙鹤年送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建议你们就从孙鹤年查起。立刻调集人手，包围彩珍轩。是，我和你们一起去，让我来探探他的虚实。我一个人去就行。路上小心。想看点什么？我想看个玉佩，不知道你这里有吗？有呢，你想要哪种？我想要个血玉。没有，我这儿没有，你去别处吧。孙鹤年，请配合调查。孙鹤年，你们凭什么抓我？我要见律师！2条人命，你觉得凭什么？2条人命都和你有关系。王金福和张大山参加了你的拍卖会，回去没多久就死了，玉佩上解出矿物毒素。孙鹤年，这2块玉佩是不是你给他们的？我一个古玩商人，送客人点小玩意儿很正常，谁知道这东西有问题？你不知道，玉佩上的毒素是人工涂抹的。你告诉我你不知道？我就是个中间人，东西不是我弄的。石头村，今晚沈大人要动手了。石头村，今晚。这2块玉佩的工艺很特殊，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从纹饰风格来看，是专门仿制明代宫廷器物的手法。幕后这个人可能和石头村刚发现的古墓有关系。你的反应说明我说对了。孙鹤年，幕后那个人是谁？和石头村是什么关系？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对付什么人。那位沈大人，不是你们能碰的。姓沈，你说的沈大人现在在哪里？他谋划了近10年，今晚就会全部结束。你们什么都阻止不了。你打给谁？秦教授，石头村那边墓穴今晚有几个人值守？清点工作完成了吗？陪葬文物清点没完成，今晚只有2个人值守。孙鹤年刚才说今晚结束。石头村古墓陪葬文物防守最薄弱，今晚是最后机会。我去石头村。我跟你一起去。继续审孙鹤年，把幕后那个人的身份给我查出来。是。幕后那个人是谁？现在配合，还能争取宽大处理。你说自己只是中间人，那就更应该配合。你不过是帮人转交了2块玉佩，但2条人命压下来，中间人也跑不掉。那个人叫什么？你们找到他又怎样？他今晚的事儿办完就会消失，你们什么都拿不到。立刻叫医务室。
被迷晕了，没有生命危险。你们在外面把守，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任何人出去。是。小心！古墓机关，沿墙走，别踩中间的石板。来得挺快。警察，不许动！就这几个人，放下东西，配合调查。孙鹤言被你们抓了，已经在审讯室了。孙鹤年嘴不严，东西还没运出去，今晚出不了境。算你们狠，我认栽。这就对了。小心！追！趴下！还有没有？前面还有3处，左侧第7块石板，顶部暗格，右侧墙角，小心。3处机关，记住了。安全了。你怎么知道机关在哪儿？先走吧，应该快到了。你们怎么过来的？走过来的。你跑不掉了。束手就擒吧。王金福和张大山玉佩上的矿物毒素已经检出来了。怎么，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我干的？你们什么都不懂。沈燕，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你还多。当年背信弃义抛弃公主，让公主一个人苦等到死。你放屁！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沈燕是怎么度过的自己的余生。我们沈家世世代代的宗旨，岂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指指点点？我看明明是你不知道吧？沈燕根本就不爱公主，策划公主假死，藏进木箱，计划半路劫走，两人一起逃往江南。多么理想的场景！现实呢？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谋害了公主的凶手。你究竟是什么人？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年那些老掉牙的爱情故事，对我来说毫无关系。沈燕她出了意外没救出公主是她的事情，还传祖训什么要找到公主，爷爷太爷爷全是一群傻子。一个死了几百年的人，找到了又有什么用？都是目光短浅。一代又一代，找了多少地方，记录了多少古墓，一帮伪君子，找人浪费了多少钱，自己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明明到一个墓有那么多的财宝，没一个人去拿，真是暴殄天物。我看目光短浅的人是你吧？王金福和张大山应该都是你盗墓的帮手吧？找到墓之后，你不想分钱，把人灭了口。聪明人不需要多余的麻烦。我用祖传古籍里的配方矿物毒素涂在玉佩上，他们都是古玩圈的人，拿到玉佩天天把玩，死得悄无声息。你承认了？承认又怎？不许动！人赃并获，全部清点封存，移交文物局。
你们俩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上次发现公主后，我就去查了一些古籍资料，想着会有帮助。本来是件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啊，可惜贪字写到头，都是这个结局。石头村古墓文物盗窃案已告破，犯罪嫌疑人沈怀远因涉嫌故意杀人、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等多项罪名被捕。案件涉及明代永宁公主墓珍贵陪葬文物，目前全部文物已完好移交文物局。这次的事总算结了。结了一半。什么意思？沈怀远的事结了，但公主的事没结。她在那只箱子里等了400年，现在骸骨在文物局，木箱也被封存，没有人知道她和沈燕之间的故事。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秦建国教授说，文物局打算专门为永宁公主做一个展览，把木箱、骸骨和所有陪葬品一起展出，还原这段历史。那就好，至少会有人知道他。秦警官，有什么事吗？难道又出大案了？不是，是我自己想找你帮忙查一桩10年前的悬案。10年前的悬案。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但除了你，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找谁了。我先看看。10年了，整整10年了，什么时候才有人能来救救我啊？每天都有咿咿呀呀的声音，吵得本宫睡不好觉。没想到，竟然连一张10年前的黑白照片都能成为万物新生的媒介。这是10年前轰动金陵的国宝失窃案。没错，10年前，金陵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规格极高的唐代文物特展，可就在展览的前一天夜里，安保系统却离奇的失灵了。此次展览压轴之宝霓裳羽衣项链不翼而飞。我记得当时这个案子轰动一时，上级派了当时金陵警界乃至整个华夏警界都赫赫有名的一代传奇神探秦卫国。难道？没错，我父亲一生破案无数，唯独这次，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凶手的痕迹，监控在案发时被掐断。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追回那件国宝。咱们金陵一共有多少家戏园37家。为什么这么问？这上面的一些纹饰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唐代戏曲脸谱的微雕，这种纹饰在当时只有那些身份极高的戏曲爱好者、皇室的戏迷才配拥有。我立刻去查，谢谢你。第37家戏园排查完了，还是什么都没有。10年前的老戏园子，拆的拆，关的关，老艺人走的走，死的死，所有线索全断了。秦队，咱们已经把金陵城所有和传统戏曲沾边的地方都翻了个底儿朝天，连票友私下聚会的茶馆都没放过。会不会我们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难道我遗漏了什么细节？小柔，先歇会儿吧，大家都熬了3天3夜，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那秦队我就先走了，我媳妇儿还等着我陪她去看听风楼的相声呢。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相声人家那说学逗唱，小曲小调也没断过啊！秦队，麻烦立刻查清听风楼所有员工的资料，尤其是10年前和博物馆戏曲行业有交集的人。另外，买几张明晚的票，明天晚上我们去看戏。你是不知道啊，我是有能耐的人，知道我是有能耐的人。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渴死我了，渴死我了！那小子光顾着嗑瓜子儿，一口茶都不喝，我这嘴都快开裂了。哎呦喂，今天又来了个胖子，一屁股坐下来，差点没把我这老腰给压断了。怎么会没有？难道又错了？我去后台看看，你在这盯着。今天的观众一点都不热情，我拉的都没劲了。跳了一晚上了，胳膊都快断了，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还是没有？难道真的是我猜错了？10年了，整整10年了，我每天都在这里等着有人能发现那个秘密。那个穿着霓裳羽衣的姑娘，她还在巷子里哭呢。霓裳羽衣，果然在这里。10年前陈德海那个混蛋，
趁着夜深人静，偷走了博物馆的霓裳羽衣项链，回来后就把项链藏在了木箱里。原来如此，找到了！别动，再动一下，我就捅死你！10年前的盗窃案，果然是你干的。嘿嘿嘿，没想到啊，居然被你这小子查到了。我还以为这件事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吗？少跟我废话！你是怎么查到这里来的？我怎么查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劝你还是主动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哼，自首？我要是自首了，这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与其坐牢，不如拼一把。只要我把这条项链交给樱花国的人，我就能拿到1000万，然后远走高飞。你居然和樱花国的人勾结在一起？不然呢？这条项链在国内根本卖不出去，现在樱花国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我有什么理由拒绝？陈德海，不许动！都别过来！谁要是敢过来，我就杀了他！陈德海，你冷静一点，放下武器，释放人质，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出路？我早就没有出路了！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叶晨，你没事吧？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终于有人找到我了。10年了，我以为我会永远被埋在黑暗里。这就是传说中的霓裳羽衣项链。不错，这是当年杨贵妃最喜爱的配饰。终于找回这条项链了，爸，您可以安息了。陈德海，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否则你应该知道后果。10年前，我偷了博物馆的霓裳羽衣，本以为能尽快出手，没想到那个姓秦的查得那么严密，于是我就把项链藏了起来。继续交代。前段时间有朋友联系我，说愿意出1000万买走我项链。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真名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都叫他苏二爷。苏二爷？难道是苏海云？我代表治安署向叶晨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10年悬案一招告破，霓裳羽衣项链完璧归赵，叶先生居功至伟。叶先生，你是怎么仅凭一张10年前的照片就锁定凶手的？听说您能听到古董的心声，这是真的吗？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对文物的感知力。真正的功臣是秦经馆和所有奋战在一线的警员们。叶先生，这是我特意为您定制的钢笔，谢谢您帮我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秦警官，您和叶先生是不是在交往？不是的，我们只是工作关系。谢谢秦警官的礼物。苏老板，听说你们藏宝阁最近可是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叶晨那个小子，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在海外有成熟的贩卖渠道，只要你能在国内收获，我们5-5分。此话当真？当然，只要我们合作，不出1年，别说一个珍宝轩，整个华夏的古玩市场都是我们的天下。好，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叶晨那个小子是个大麻烦，他坏了我们太多事了。放心，咱们的第一件物品就从他珍宝轩手上拿。带几个人，今晚去珍宝轩库房，把那件宋代汝窑玺给我换了，做得干净点，别留下痕迹。叶大侦探现在可真威风啊，和镜花 CP 都上热搜第1了。你怎么也信这些八卦？我就是觉得那支钢笔挺好看的，秦警官眼光真好。是吗？那我转送给你好不好？油嘴滑舌。不好，有人进库房了！住手！快跑！被发现了！先把他带下去，分开审问。是。说，谁派你们来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
那你这件假汝窑玺是怎么来的？你们又是怎么知道库房密码的？不说，那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慢慢审。盗窃文物数额特别巨大，够你们在牢里待一辈子。别报警！我说是苏二爷让我们来的。苏海云，是他说只要我们把珍品换出来运到京城，就给我们每人5万块，密码也是他告诉我们的。看来你二叔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斗到底了。他先是勾结山本一郎，现在又派人来偷自家的东西，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他们是想将文物从京城运出海外。你是说，二叔想借助山本一郎的渠道把文物走私出境？不错，看来是时候去趟京城。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就是拿钱办事儿。保安，把他们交给警察。另外，立刻检查库房所有藏品，看看还有没有被动过手脚的。是。叶晨，二叔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京城是他的地盘，我们贸然前去，恐怕……正因为是他的地盘，才更要尽快去。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拖得越久越被动。而且，如果让那批文物运出境外，就再也追不回来了。那我陪你一起。不用，你留在金陵，看好珍宝轩。先来这最大的古玩市场摸摸底，看看能不能找到文物走私的线索。哎呦喂！你瞎呀？走路不看路，把我家传的宝贝给摔碎了！我的天，这可是康熙年间的青花缠枝莲赏屏啊，真是可惜了。可不是嘛，我本来想拿到运艺园，找个豪人估个价，准备给我妈治病，这下全完了。哈哈哈，笑死我了！他可真敢说，成本20块，居然敢要10万！这小伙子看着挺斯文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传家宝碎了，可太惨了，人家等着救命钱呢。赶紧赔钱私了吧，闹到警察那儿更麻烦。哦，康熙年间的青花缠枝莲赏屏。废话，不是康熙的，难道是现代的？那你想怎么处理？我也不讹你，就按之前别人给的价，10万块，少1分，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运艺园。10万块，不然我们就报警，告你损坏他人财物，让你蹲局子。哼。第一，康熙年间的青花用的是鹧鹩，发色清脆明快，层次分明，俗称翠毛蓝。对着光看，能看到釉下有自然的墨色晕散。你这瓶子用的是现代化学狗料，发色发飘发灰，蓝的扎眼，连最基本的层次感都没有。你胡说！我这就是老东西。第二，老瓷器的火石红是胎土里面的铁元素自然氧化形成的，从胎骨里透出来，深浅不一。居然掉色了！小子，看来你是懂行的。不过懂行又怎么样？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如果我说我不呢？那就别怪哥几个心狠手辣了。兄弟们，给他点颜色看看看。住手！光天化日之下，在运艺园的地盘上讹诈行骗，你们好大的胆子！孙老爷子，你们2个在运艺园门口骗了多少人了？上个月骗了一个来旅游的老太太8000块，这个月初又讹了一个大学生5000，真当我们运艺园没人管了是吧？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就是跟这位小兄弟闹着玩呢。还不快滚！多谢孙老解围。怎么来了京城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是看不起我老爷子？孙老说笑了，晚辈这次来京城是临时起意，还没来得及登门拜访。走，先去我店里坐，咱们边喝茶边说。我是上周刚做旧的，我是玻璃做的，我是打印的。我的天，这也太吵了！我好惨啊，居然沦落至此。老板，这个10吨怎么卖？
哪个？放西瓜那个。这个不卖，我出5万。这小伙子看着挺聪明的，怎么买个破石墩子？就是啊，脑子不好吧？5万？你确定？这破石头我收来才花了50块，这小子怕不是个傻子。卖不卖？卖，当然卖。孙老，回店里我给您细说。谢谢你救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尊佛像，你的头在哪里？我的头在东边拐角那家文玩店里。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把你的头找回来。现在可以揭晓谜底了吧？这是唐代龙门石窟的佛像，只不过佛头缺失，所以被人当作石墩。龙门石窟的佛像，那可是国家1级文物啊！可是这佛头要去哪里找呢？东边拐角是不是有家文玩店？你是说老周开的那个铺子，他专卖些杂项？怎么佛头在他那儿？没错。你怎么知道？佛像告诉我的。哈哈哈！你小子还是这副神神叨叨的性子。走，我陪你走一趟。欢迎光临，随便看看。老板，这个怎么卖？这个啊，1万块您拿走。山本先生说有个买家指明要龙门石窟的佛头，没想到让我捡了漏。行，我买了。哎，这就给您装起来。苏二爷，别来无恙啊！这个佛头我出5万。5万？又是你！你不在金陵，跑到京城来干什么？这话该我问苏二爷才对。您不是刚派人去我库房偷东西吗？怎么失手了？亲自来京城找补？你不行，这个佛头山本先生相当重视，必须拿下。10万，15万。这位先生出15万，苏先生您还加吗？这东西我要定了，20万。苏二爷，您和山本一郎打的什么算盘？我很清楚，我劝你还是尽早收手。什么？你要把这佛头给樱花国人？我周老三在运艺园混了这么多年，虽然爱财，但也知道什么是血性。这东西你竟然想卖给外国人，门儿都没有！你个做生意的，管那么多干什么？滚！给老子滚！叶晨，咱们走着瞧，山本先生不会放过你的。这位先生，这佛头是您的，我这就给您包起来。终于完整了，谢谢你。没想到我孙正阳在运艺园摸爬滚打大半辈子，今日竟能亲眼见证龙门石窟佛像重归完整，你这眼力当真令人佩服。孙老过奖了，这佛像流落民间多年，佛身被当作石墩，佛头被随意搁置，如今能合二为一，也是他的造化。这尊佛像你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物归原主。叶晨啊，你又为国家立了大功。得知消息，我连夜从金陵赶过来，就是要亲眼见证这枚国宝入库的时刻。这是我应该做的。秦教授，这尊佛像的回归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后续会如何修复展出呢？这尊唐代龙门石窟佛像是极其珍贵的国宝啊，对我们研究唐代佛家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叶先生，您是如何发现这尊佛像的佛头和佛身的？又是怎样将它们成功寻回的呢？我想这个过程一定充满了波折吧。佛像告诉我的。叶先生真是幽默啊。这是国家文物局为你颁发的荣誉证书，感谢你为文物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谢谢秦教授。废物，居然连个佛头都抢不到！山本先生息怒，是叶晨那个小子太狡猾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失手。这是宋代定窑白釉孩儿陈，这可是故宫都求而不得的稀世珍品。不错，他现在在一个叫林国栋的人手里。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我要看到这件东西，不然你就自己跳江谢罪吧。山本先生放心，我一定把它给您弄到手。这个苏海云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勾结樱花国人走私文物，简直是民族败类。王老夫当年还帮他。
孙伯伯，求求你救救我爸爸！婉星，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放心吧，叶先生不是外人。我爸他向高利贷借了5000万，还不上了。什么？那些人说，要么还钱，要么就用家里那个瓷枕抵债。你是说你家那个祖传的宋代定窑白釉孩儿枕？看来欠钱是假，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孩儿枕。孙伯伯，求求你救救我爸！那个瓷枕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我不能让它被别人抢走。你先起来，我们一定会帮你的。你爸现在在哪里？他被那些人扣在高利贷窝点里，他们说，要是今天下午5点前不把瓷枕拿过去，他们就要废了我爸的手。走，去把人救出来。爸，老大，人来了。苏二爷，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又是你，废话少说，东西带了没有？没有，没带。看来我还是对他太温柔了。爸，我们现在怎么办？苏二爷，且慢，动手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咱们君子论道，你我各拿出一件藏品，当场估价，价高者赢。你要是赢了，孩儿枕我亲手给你送来，再赔你1000万。可要是你输了，人我带走，这笔债一笔勾销。老大，这小子说什么呢？凭什么你要陪他玩这套？就是，他手里有什么东西能比得过苏二爷的藏品？这小子之前坑了我那么多，正好趁这个机会把脸面全部挣回来。好，老夫就成全你，让你输个心服口服。叶先生，你别冲动。放心，我心里有数。西周青铜兽首市值3000万，你拿什么跟我比？就这个，这破玉片值几个钱？叶先生，你是认真的吗？就一块破玉，撑死了几10万，他只是自己送上门来输的。行，让账房来估价。不愧是二爷，这件完整的兽首虽然算不上孤品，但是也十分罕见了。老夫本是战国王侯随葬之物，流落民间数百年，如今总算遇到识货之人。这玉璧是战国最高等级的礼器，存世极为罕见，这可是无价之宝。苏二爷，这玉璧，说，这玉璧的沁色包浆都是真的，我保守估计不低于5000万。什么？5000万？苏二爷，你输了，人我带走了。想走？没那么容易！哼！给我废了他，打断他的手和脚，看他以后还怎么给我抢东西！多谢两位救命之恩，方才那伙人下手狠辣，要是没有你们及时出现，我这条老命今日恐怕就交代在这儿了。林先生严重了，小事一桩而已。我们既然遇上了，就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不对，孩儿枕现在还在林家。苏海云心胸狭隘，今日在这儿输了这么大的脸，丢尽了颜面，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说不定此刻他已经带人往林家去了。怎么办？那孩儿枕是林家的传家宝，更是我娘留下的念想，绝不能被他抢走。我爹刚脱险，林家要是再出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马上回林家，把孩儿枕取出来，动作要快。
我让人备车，你们即刻出发。已经来了，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先进去看看情况。不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就是现在还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你一个人进去，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快找，就是一个白色磁针，找到了马上走。叶先生，你受伤了？没事儿，先找海尔枕。还在，他们没找到。报警，把今晚的事全部告诉警方。这把刀留着当证据。苏海云不会就此罢手的吧？不会，但他现在派人来抢，留下了证据，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了。我本以为只是件祖传旧物，没想竟招来这般祸事，还连累你为我家负伤，实在是惭愧啊！林先生不必自责，这枕我来想办法保住。都是我惹的祸，连累了你们。李浩，我是叶晨，我在京城发现了文物走私的线索，请你立刻带人过来。你受伤了，怎么回事？没事，一点小伤而已。怎么这么让人不省心？叶晨，你说发现了文物走私线索，具体是什么情况？所有的走私货物都是通过远通物流运出去的。远通物流，我现在就查一下他们的资料。远通物流成立于5年前，法人代表叫王强，主要经营国内和国际货运业务。最近3个月，他们有3批发往樱花国东京的货物，报关单上写的都是现代陶瓷摆件。 3批货物，时间都在什么时候？第1批是上个月15号，第2批是这个月5号，第3批就是3天后。3天后，看来他们打算把海尔枕和这批货物一起运出去。没错，苏海云肯定会在这3天内再次动手抢海尔枕。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直接查封远通物流吗？不行，现在查封远通物流只能抓到一些小喽啰，打草惊蛇。我们不如放长线钓大鱼，等他们装船的时候再人赃并获。好，就按你说的办。秦柔，你立刻派人24小时监控远通物流园，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是。苏先生，船已经联系好了，3天后下午3点在天津港装船。海尔枕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害去的人失手了。废物！对不起，苏先生。对不起，苏先生。不管了，先把这批货送出去再说。是。干什么的？我是新来的搬运工，王强经理让我来的。谢谢大哥。昨天还有个青铜鼎被运走了，他们说要先运到香港，再转去樱花国。看来这里的文物走私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所有的货物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一共120箱，全部都贴好了标签。好，3天后下午3点准时装车，记住一定要小心，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吧，苏先生，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绝对不会有人发现的。还有，派人盯着林家，只要叶晨他们一离开，就立刻动手。是。喂，新来的，你刚才在里面拍什么呢？没拍什么，我就是拍一下货物，发给我老婆看看，让她知道我在干什么。是吗？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看。快来人啊！货物倒了！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先回去再说。发现了大量准备走私出境的文物。3天后下午3点，他们会在天津港装船。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人赃并获了。还不够，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国内还有多少个联络点，还有多少文物准备走私出去。那怎么办？只要我们故意放出消息，说我要带着海尔枕去国家文物局鉴定，苏海云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可是这样太危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办法不错，我现在就去安排人手在国家文物局门口埋伏，只要苏海云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不过我们要用一个高仿的海尔品，不能让真品有任何闪失。高仿海尔枕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老师傅，他做的高仿连专家都很难分辨出来。那就麻烦孙老了。我去准备一下，明天和你一起去国家文物局。你留在格物轩，保护好真品海尔枕。可是，放心吧，有我在，叶先生不会有事的。海尔枕交出来，不然要你命！不许动！警察！这是一个圈套。老实交代，你们的老大是谁？还有多少同伙？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王强，48岁，妻子刘芳在第3医院当护士，女儿王萌萌今年8岁，在市实验小学上2年级。你们要对我女儿做什么？走私文物是什么罪名？我想你比我清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我们可以考虑对你从轻处罚，让你有机会见到你的女儿。可是如果你继续顽抗，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她了。好，我说。太好了，王强全都交代了，这是整个走私网络的名单，一共有37个人。太好了，立刻去物流园展开抓捕行动。好。废物，一个海尔枕都搞不定，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对不起，山本先生，是我太大意了，中了叶晨的圈套。叶晨，又是这个叶晨，他坏了我多少好事！山本先生，现在怎么办？海尔枕暂时先不管了，今晚先把这批文物运出去。这批文物价值连城，不能有任何闪失。可是叶晨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了。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他们，我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叶晨，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李队，目标出现了。收到，所有人注意，准备行动。行动！不许动！警察！苏海云，你涉嫌走私文物，现在正式逮捕你。山本一郎在哪里？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就等着给货轮陪葬吧。快跑！快跑！旁边那个铁家伙会爆炸的，还有不到10分钟。有炸弹，就在第3个集装箱后面。立刻疏散所有人，马上联系拆弹专家。现在距离爆炸还有多少时间？不到9分钟。拆弹专家根本来不及。那个铁家伙，他有4根线，捡蓝色那根就能停。我在旁边待了3天，
听他自己说的。蓝色那个线，你怎么知道？你信不信我？信，但这件事不能你来做，万一出了差错，所以我不动手，你来。要不是你第一时间发现炸弹，后果不堪设想。多亏了船舱里那匹三彩马。三彩马告诉你的？对。查获了多少文物？一共查获走私文物327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太好了。苏海云呢？已经在押送途中了，跑不了。山本一郎没有抓到，提前逃跑了。叶晨，你等着！山本先生不会放过你的。我随时奉陪。叶晨啊，今天收的东西怎么样？一般，都是些普通的民国货，没什么意思。主人带着我守了700年，被一个穿黄背心的年轻人捡走。这东西是从地下出来的，位置应该就在附近某处。孙老，您认识蒙古文吗？铜牌上面刻的文字是大韩宝藏，永镇九州。叶晨，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今天收来的一批杂项里夹着的，卖家是个收废品，我得去找他问问。你知道忽必烈宝库的传说吗？听说过，从没见过实物佐证。历史上确有记载，忽必烈在元大都地下修建了一座密室，存放从欧亚各地掠夺来的珍宝，以及大量华夏历代失传的典籍文物。元朝覆灭后，宝库的位置随着最后一批守卫的消亡，彻底失传了。如果宝库真的存在，里面会有什么？难以想象。元代横跨欧亚大陆，掠夺的珍宝来自数十个古老文明，其中不乏华夏历代皇朝的失传国宝，商周的青铜重器，秦汉的玉玺典籍，唐宋的名家手字，随便拿出一件都足以震动整个文博界。我去找那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问问，看看这东西是从哪里出土的。王老板，这个铜牌是从哪儿收来的？哦，那个啊，上个月元大都遗址公园旁边那个工地的工人卖给我的，一个小伙说是挖地基的时候从土里翻出来的，我当废铜收了2块钱。哪个工地？建国路那边正在盖的商业楼远程置地，你要找那小伙子吗？不用，我知道了，谢谢。李浩，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下元大都遗址附近的建筑工地，有没有违规施工或者私自出售出土文物的情况。元大都遗址，我们审问苏海云的时候，他交代山本一郎最近一直在打听元大都遗址的情况。好，我知道了。下午废品站老板说，铜牌来自元大都遗址旁边的工地。元大都遗址附近，老夫这辈子没想到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如果宝库真的在那里，山本一郎那边会不会也知道消息？叶晨，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做？明天我去那个工地亲眼看看，如果确认了，立刻联系秦建国教授，走正规的考古保护程序，封锁工地，让山本一郎1分钱便宜都占不到。好孩子，你做事老夫放心。你们来的正好，我们上个月挖地基，挖出来好多奇怪的东西，工人们私下卖了一些，我管也管不住，实在对不住。现在地基挖到一半，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钻头都打不透，停工了半个月了，老板催得我头都大了。打不透？什么东西打不透？马上带我去看。有人来了，700年了，700年了，终于有人来了。秦教授，下面确实有东西，而且规模不小。你怎么知道？您看地面的颜色，这一片的土壤颜色比周围浅，说明下面有空腔，是地表的自然沉降造成的。再看钻头打过的孔，孔壁光滑，说明下面是石质结构，而不是自然岩死。立刻停工，所有机器全部撤出，这里需要启动考古保护程序。可是我们老板那边文物面前，谁的工期都得靠边站。宝库就在下面。
700年了，他终于等来了人。我要比山本一郎快。社长，我们的眼线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叶晨出现在那里元大东遗址。他怎么找到的？不清楚，工地在他们去了不到2小时就被警察封锁了，现在我们的人根本进不去。我找了3年的东西，我绝不会让一个华国人抢走。那我们现在联系我们在京城所有能用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地下入口。从这里进来，这里是墓道入口。秦教授，入口在这里。秦教授，地下6米处有一个巨大的空腔，南北走向，长度超过50米，宽度不少于15米。这就是主墓道的规格。开挖，现在开始人工开挖，绝对不准使用任何重型机械。马上安排人扩大洞口，连夜施工，全力修出可通行的入口。先让我的人下去探路。行动。李队，下面是一条墓道，壁画保存完整，地面是青砖铺的，没有发现人，但是地上有脚印，而且是新的。山本一郎的人已经进去过了。马上增援，封锁整个遗址周边1公里，所有人员注意安全。走，下去。元代顶级宫廷画师的手笔，这一条墓道的壁画，任何一幅单独拿出来，都是国家1级文物。别踩我，弩机会被激发，左侧青砖安全。行。这块石板是机关，踩上去会触发弩机。跟我走，踩左边那一排青砖。中间那一块都不要踩。你怎么看出来的？直觉。跟上我。走这边。好险！刚才简直太可怕了。叶晨，你这个直觉，老夫活了60多年，见过的人里没有第2个。运气好罢了。700年，真的是700年。秦教授，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玉玺开，宝库现。需要用传国玉玺才能开启这扇门。叶晨，站住！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警察，不许动！推我密道进主墓室。带上秦老，跟我走。李浩，拖住他们，去吧。终于找到了！山本一郎，叶晨，你怎么进来的？这里是我华夏的土地，我当然能进来。拦住他们！怎么可能？你走吧。他们在这里沉睡了700年。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我是元代至正年间的鬼谷子下山图观。我是这库里最年轻的一个，才700岁出头。旁边那几位有几千年历史的比比皆是，我只是个晚辈。
轻点，我来。兰亭集序，冯承素摹版，神龙版，真的是神龙版。叶晨，我这边搞定了，山本一郎逃跑了，松本剑被我们控制住了。你们那边怎么样？这边很好，我们先保护现场，等考古队来接。原都遗址宝库初步清点，共有文物1300余件，包括商周青铜重器9件，元代鬼谷子下山图冠，以及冯承素摹本《兰亭集序》。这些文物的价值，任何数字都难以衡量。国家考古队已经全面进驻，会妥善处理后续工作。传国玉玺怎么处理？国之重器，由国家统一保管，暂不对外公布。山本一郎跑了，松本剑被抓了，这件事还没结束。我知道，松本剑已经开口了，山本一郎打算出逃英国，他手里还带着一样东西，孙老的轻边隐居图，他从孙老那里抢走了。准确的说，他的人拿走了书房里的一幅画，但是否是真品还不确定，我们需要先去孙老那里确认情况。好。孙老，山本一郎的人来过了。来过了，他们把书房翻了个底朝天，拿走了那幅画。孙老，轻边隐居图就这么被他们带走了。他们拿走的是我2年前让人画的高仿本真迹，在这里。孙老，您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山本一郎盯着这幅画不是1年2年了，我老了护不住他了，所以叶晨，这幅画交给你，让他以后能被所有人看见，这是老夫最后一个心愿。孙老，放心。孙老的气色不太好。我知道，所以这件事不能。我们收到情报，他以为自己抢到了真品，要在3天后维兰斯的私人拍卖会上高价出手套现。去英国？去英国？我陪你去。你英文好？剑桥本科。那就一起去。国际刑警那边我来联系，他们一直在追山本一郎，正等这个机会。真迹记得带着，到时候现场对比，他没有任何退路。好。快坐下。听说你们要去英国？过几天就回来。孙老，您好好养病，我回来给您汇报。叶晨来了，要通知保安吗？他能怎样？维兰斯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画是真的，是我的，程序上无懈可击。让他来，正好让他亲眼看着这幅画被拍走。Ladies and gentlemen， 本场压轴拍品元代王蒙轻便隐居图，经维兰斯专业团队全面鉴定，确认为真迹，起拍价800万英镑。820万，850万，900万，950万。他想买得起吗？就算买下来，那幅画也是我委托拍卖的，钱最终还是进我口袋。975万，990万，1050万，1080万，1080万英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I have a formal objection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item. 这是对维兰斯专业鉴定的公然质疑，我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我只需要您回答我几个问题，如果我问错，我当众道歉。王蒙的画作落款蒙字的最后一笔，按照他历代真品的书写习惯，是向上挑还是向下压？向上挑，这是王蒙独有的书写特征。
在他所有已知珍品中无一例外。麻烦您看看这幅画的落款，这最后一笔是向下压的。王蒙画山必用披毛纵与解锁纵结合，线条圆转流畅，层次分明，起笔收笔之间有它独特的自然停顿感。麻烦您看看这幅画的山体部分，线条确实偏僵，缺乏自然的圆转感。最后700年的老墨在强光下，因为颜料与纸张长期渗透氧化，墨色层次会极其丰富。麻烦您看看这幅画的墨色，有深有浅，自然过渡。墨色均一，这是现代化学墨的特征。不可能，这幅画是我亲手。山本先生，你亲手什么？亲手从孙正阳先生的书房里偷走的？你亲手拿走的那幅画是孙老专门为你准备的高仿本，真正的轻便隐居图，一直在这里。落款向上挑，纂法自然圆转，墨色层次丰富。这一幅才是真的。你早就知道。从孙老把真迹交给我保管的那一天，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山本一郎先生，国际刑警组织对您名下多项走私文物的指控，今天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请配合。Mr. Yi, how did you determine that this painting is a fake? 请问孙正阳先生何时将真迹托付给您的？山本一郎是否早就知道自己手里的是假画？这幅画的主人是孙正阳先生，他一个人把这件事安排好，没有惊动任何人。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他。国际刑警已经把山本一郎带走，但山本一郎的律师团队很强，这件事还不足以正式逮捕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程序。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不会，松本健的口供里还有一条，山本一郎在这里联系了一个叫黑田正雄的人，是国际文物走私组织的头目，两人已经见面了。黑田正雄，此人极危险，组织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在多个国家都有未结案的刑事追查。盯紧他们的动向。叶晨，孙老今天下午走了，走得很安静。他走之前留了遗书，身后的事儿都交代好了。我已经联系了公证处，你回来我们再细说。好，谢谢金教授。叶晨，孙老走了。他走之前说，他等我回来。孙老的话，我亲自带回去。社长，山本一郎今天被国际刑警带走了，松本正在华夏关着。那批文物的转移计划是否暂时搁置？山本一郎输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输吗？他从来没搞清楚叶晨是什么人，一直用对付普通人的方式去对付他，派人跟踪、抢文物、雇打手，对付普通人够用，对付叶晨不够。今天这份报告我看完了，从元大都宝库的机关到今天鉴定室里的每一步，他都走在最前面，每次都是他先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不是运气。社长打算怎么做？安排一场鉴宝对决，3天后敦市古董商会，公开的、有见证人的、合法的。如果他不接受呢？他会接受的。黑田正雄，72岁，表面身份是英国古董商会荣誉理事，古玩圈内享有极高声誉，实际上是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文物走私组织的幕后操盘人。他的组织在34个国家有分支，专门倒卖从战乱地区和考古现场非法流出的文物，其中包括大量华夏流失国宝。手上有命案吗？有多起，但他极其谨慎，从不亲自动手，每次都能在证据链上留出一个空白，导致各国司法都找不到直接的起诉点。他约我鉴宝对决。对，
3天后，在敦市古董商会举办的私人鉴宝会上，他给出的条件是你赢了，他手里所有的华夏流失文物无偿归还；你输了，你手里的轻便隐居图归他，并且你要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鉴定能力存在根本性问题，退出鉴宝领域。这是个圈套，他在古玩界浸染了50年，我们对他藏品的底细知道的太少，贸然去太危险。而且那个退出鉴宝领域的条款，根本就是要让叶晨名誉扫地。黑田手里有多少华夏流失文物？国际刑警数据，保守估计300件以上。其中国家1级文物不少于20件。这些文物等了太久了，我不能让他们再等。至于赢不赢，我有把握。黑田的人，我找找急救包。不知道，我们换个房间，明天正常出行。过来，我看一下。我来吧。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从昨晚手臂被划伤，我开始发烧后，心声就消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但今天我必须上。你还在发烧？没事儿，走吧。叶晨，300多件文物，我不去就没了。吃了它，再走。好。叶先生久仰大名，终于有机会当面领教。黑田先生久仰。昨晚遇到了麻烦，小事，不值一提。5局3胜，双方各出5件藏品，7位国际鉴定师独立打分，最终综合估价高者胜。同时将由专业机构对所有藏品进行真伪鉴定，以确保公平。瑶，天晴有脱人玺，全球存世不超过100件，有色纯正，开片自然，底部芝麻钉痕完整，真品，估价不低于3亿。叶先生，请。名字字形符合西周特征，范线清晰，锈蚀自然，8成把握，但没有新生。我不知道铭文的内容是否完整。铭文记录的是一次战役，文字符合西周书写规范，铜制检测年代稳，真品。但铭文残损，历史记录价值受限，估价约5000万。第一轮，黑田方3亿对叶晨方5000万，黑田方获胜。没关系，还有2局。他以为我只是藏品选清了，他不知道，我今天什么都听不见，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第2局出什么？永乐甜白釉暗花梅瓶，有把握吗？我尽力。第2轮对决开始。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残卷，现存唯一摹本藏于大英博物馆，此为原本残卷。顾恺之原本，从未有实物记录。绢本材质、墨色、线条均符合东晋特征，非摹本真品。此件无法以常规价格估量，参照同级别孤品记录，估价不低于10亿。什么都没有，连自己手里的东西
今天都确认不了。胎体洁白，釉面乳重感符合永乐特征，圈足生整利落，真品80%把握，但和顾恺之原本放在一起，估价没有任何胜算。胎质细腻，釉色符合永乐官窑标准，暗花工艺与故宫藏品吻合，真品，估价约8000万。第二轮，黑田方10亿对叶晨芳8000万，黑田方获胜。目前黑田方2比0领先。回来了，还没完全回来，但够用了。怎么了？走，第3局。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你必须得赢回来。啊！鸡缸杯。确认为成化官窑真品，胎质洁白，斗彩发色鲜艳，画工精湛，完整度极高。该你了。叶先生，这是……请各位先看黑田先生的那只鸡缸杯。我是真的，我是货真价实的成化官窑，老天钻证。但是那个黑田，他把我底部原来的款迹用机器打磨掉了，然后找人重新刻了一个新的。我堂堂成化官窑，被人这么糟蹋。麻烦你们用高倍镜再仔细看一下这只杯的底部款式边缘、釉面的打磨痕迹，以及款式刻痕里的包浆和杯身其他部位的包浆是否吻合。刻痕里的包浆颜色偏新，釉面确实有轻微的打磨痕迹。这是一只成化官窑真品，但黑田先生为了制造来历上的争议，故意将原有的款式打磨掉，重新伪刻。这一行为彻底损毁了它的历史可追溯性和收藏价值。依据国际古董鉴定的标准，经过人为损毁且无法核实来历的藏品，估价应归零。黑田方本轮得分为0。这修复出的材料，金属工艺，宋代的金属修复出有印章，是张生一的印章。张生一，歌谣创始人，只存在于史书，从未有实物。这只宋代听风瓶本身的价值确实有限，但张生一唯一存世的金扇修复，其历史价值无法用任何数字衡量。第3轮，叶晨芳获胜。唐代鎏金铁信铜龙，这种工艺在唐代之后便已失传，现存不超过10件。外国铜胎，通体鎏金，工艺与唐代宫廷记录中的玉制铜龙完全吻合，无破损，无修复，保存完整，市场估价保守估算不低于1亿人民币。叶先生，轮到你了。一块废铜。麻烦你们先看这块残判边缘的铭文。这是夏代金文，上面刻的是禹治水，
定九州。大禹九鼎失传2000年，只存于史书记载之中。这是唯一一块存世的实物残片，在秦朝末年，一位工匠将它秘密保存，此后代代相传，流落至今。它的历史价值不是任何金钱数字可以衡量的。第4轮，叶晨芳获胜。宋代苏轼铭文端砚，砚背刻有苏轼亲笔题名，存世仅2份，另一版现藏故宫博物院。叶先生，压轴了。这一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代丞相李斯奉命所刻，与传国玉玺同时制成，作为玺书封印之用。确认为秦代真品。第5轮，叶晨芳胜，3-2，叶晨芳获胜。按照约定，黑田正雄先生需将名下所有华夏流失文物无偿归还。请曰：叶晨，把所有的藏品拿过来，包括轻便隐居图，一件都不能少，否则我让他没命。叶晨，不要！闭嘴！好，我会把所有藏品都给你。先放人。先把玉玺配印推过来。不行，你先放人，我再给，不然我现在就把它毁了，谁也别想得到。没事了，都结束了。叶晨，我检查过了，文物全部都在，没有任何损失。黑田的助手也在门口落网了。辛苦李队长，之后还多多跟进归还手续。王涛已经在跟进了，会尽快完成清点，1个月内运回国内。我先去将黑田压下去。还好吗？那我们走吧。叶先生，327件文物今晚全部完成清点，现在在走运回国内的手续。黑田正雄的全球账户今天下午已被冻结，各国仓库正在逐一清查。好的，辛苦你了。时间差不多了，该交代的也交代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休息了。国际刑警已正式逮捕黑田正雄，引渡程序启动，文物的所有手续我们会跟进收尾。辛苦你们了，叶先生，是您辛苦了，我们整个大使馆的人都为您骄傲，这次能成功全靠您。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该登机了。后天上午9点，在京城国家博物馆举办移交仪式，秦建国教授主持。叶晨，你记得得按时出席。还有件事，苏海云一审在下周宣判。终于要回家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8个字是华夏的根。后天的仪式，你会和我一起？那要看你表现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也是。孙正阳先生将此画托付叶晨先生保管，完成了他毕生的心愿。博物馆不会忘记孙老，不会忘记叶晨先生，也不会忘记每一位为华夏文物保护做出贡献的人。叶晨，孙老说他这辈子最欣慰的事，不是收藏了多少国宝，而是遇到了你。他说，
华夏的文物有你在，他就放心了。他还说，你这孩子有时候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你做的这些事儿，他都看在眼里。叶晨，走吧。等咱们回去之后，珍宝轩里孙老托付的那批藏品，你打算怎么安排？我打算建一个博物馆，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博物馆选址想好了吗？还没有，你帮我一起找怎么样？好呀。叶晨，你看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走了，不要难过。人这一辈子能做几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就够了。你帮我做完了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我很高兴。我把所有收藏都托付给珍宝轩，不是给你，是让你继续帮这些东西找到好归宿。老头子不多说了，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文物局正式邀请你担任文物保护特约专家，协助处理重大文物鉴定和追缴工作。谢谢秦教授，我愿意接受。但我还有一件自己的事要做，创办一个私人博物馆，把这些年追回来的文物公开展出，让更多人看见。这主意好。叫什么名字想好了？真臣阁。你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吗？珍宝轩的资源帮他选址，孙老的藏品给他做第一批展品，我帮他打理运营，他很会用人。你不答应也可以。谁说不答应了？清点的怎么样了？就剩里面那箱了。辛苦了，为叶大侦探服务是我的荣幸。那我们一起去看看。我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但是那些人还没有走，他们还有人在这里，他们在等。这一项我已经清点过了，安排下一项吧。好。怎么了？等会儿咱俩单独谈。好。黑田的人应该还有留在国内的。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但我没办法解释给你，你信我。好，我明天开始排查。你那边我继续鉴定那批文物，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还有这件事，先不要告诉苏清月。我知道，从这件开始查，查什么人见过他。这瓶子告诉你的？你有时候真的让我觉得什么？你像一个神经病。我在那个仓库里见过一张脸，黄种人，说汉语，他跟黑田的人交易过，他姓陈。这件鎏金工艺符合唐代中期特征，是真品。苏小姐，叶晨手里那批文物剩下的鉴定结果不要对外公布。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善意的提醒，只有一次。叶晨，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为什么知道他长什么样了？知道有这个人，不知道他今晚会出现。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昨天。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不是需要被保护的人，我是你的合伙人。黑田在国内有参与势力，目前至少3个人还在活动。我们可以确认了，黑田在国内有残余势力，目前至少3个人还在活动。他们的目标是阻止这批文物的鉴定结果公开，一旦结果公开，他们走私的证据链就彻底断了。
剩下的人全部面临引渡，所以他们要销毁证据。对，但销毁文物太难，那我们怎么办？继续鉴定，继续公布，把他们逼出来。这样，你们2个都会是目标。我知道。我在黑田的仓库里，旁边有一个人，他说他在等国内的消息。他说，只要鉴定结果出来，他就动手。叶晨，你每次摸完那些东西都在写东西，写的不是鉴定记录，出什么事儿了？秦教授，您继续鉴定。我是不是应该知道？不应该，您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今天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有，那个戴眼镜的人姓陈，有一个上线在京城，那批文物里有3件东西见过他们接头。你怎么知道文物见过他们接头？我有一个方法，能从文物身上获取信息。什么方法？说出来你不一定信。你试试。我能听到文物的声音，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经历过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所以之前的公主墓，公主400年里一直在等，也是公主真的告诉你的。那你第一次来珍宝轩，那方唐伯虎的砚台，砚台告诉我那道划痕和那半句诗的事儿。所以你这1年做的所有事，不只是眼力好，是因为他们会跟你说话。对。那你现在知道的那些线索，也是他们说的。好，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做？你不觉得奇怪？我早就觉得奇怪了，从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奇怪，但你每次都是对的，所以我就没有再问。现在我知道了，那我们就用这个把他们找破。上次提醒你没有听，鉴定结果已提交文物局，晚了。重新出具说有误。做梦！你们进门之前，我已经开始和叶晨视频了。你们的脸，叶晨肯定已经发给警察了。你很聪明，谢谢。但是现在你在我手里。叶晨，你的人在我这里，带全部鉴定档案来仓库当面销毁，不许报警。你只有10分钟。人在仓库里，我现在可以出警。不行，他们如果知道警察来了，第一件事是处理掉苏清渊。那你打算怎么办？那件梅瓶现在在哪里？还在仓库没移交。我需要它。什么意思？这个瓶子见过那批人，他知道他们的藏身地点。如果陈天雄出事，他们还有其他人，我需要一网打尽，不能有遗漏。苏清渊那边，我去。你一个人？你在外面接应，把人控制住，不要让陈天雄在进警察之前有机会联络其他人。你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后，你听我信号。档案带来了，带来了。当着我的面销毁，然后重新出具一份，说鉴定结果有误。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你没有资格提要求。在我做这件事之前，让我看最后一眼这件梅瓶。你在干什么？他们的人在城东的一个废弃厂房里，我被运过去过，那里有3个人，那条路要从……好，我看完了。你们的人现在已经被包围了。你从梅瓶那里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吗？那1分钟你闭上眼睛，是在听他说话。下次遇到这种事也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了。你是在我被制住之后才告诉我的。下次提前告诉你。
收网了，全部到岸，这条线基本干净了。你们两个今晚有空吗？我请吃饭庆祝一下。有空？我有空。这一年，从金陵到京城，从宝库到英国，从黑田到今天，走到这里，不容易。说真的，我当时在敦市跟着你们，有好几次真的以为要出事儿。你们两个不紧张吗？紧张有用吗？也对。今天那个仓库，我是有点紧张的，不是怕他们，是怕你进来之前，我那边的信号会断。如果视频没拍完，后面就被动了。都拍到了。他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没有吧？怎么可能没有？你这一说，我也觉得。我记得你喜欢吃这个。谢谢。今天那件事，谢谢你。什么事儿？进来找我这件事。这有什么好谢的？有，你本来可以等警察，但你自己进来了。你当时担心我？我当时想，如果我晚5分钟，你可能就不是只有手腕上一圈红印了。所以，你担心我是吗？嗯，你对我而言不一样。叶晨，你刚那么说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主展区放西侧，采光最好。下午西晒对文物不利，改到北侧。叶先生，按他说的来就行。海尔枕的展柜高度要降，小孩平时能看进去。海尔枕展柜，我来量高度。叶晨，上次你说我不一样，你那句话，我想了好几天。想出什么结果了吗？想出来了，但我想听你说。是，我喜欢苏大小姐，喜欢苏清渊。那我告诉你，我也是。从甄宝轩第一次见面，你拿着那方砚台进来，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后来我知道你有那个能力，我觉得更不一样了。所以我喜欢你，这还需要问吗？孙老，博物馆快开了，您放心。孙老在信里有没有提到我？当然有啊。说什么了？说你倔，脸上不说，心里什么都懂，让我一定要好好待你。孙老真会说话，他早就看出来了，比我早。比我们两个都早。真尘阁里的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他们曾经流落在外，曾经被人觊觎，曾经面临永远消失的危险，但因为叶晨先生他们回来了。这座博物馆不只是展示国宝的地方，更是让所有人记住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值得被守护。接下来有请叶晨先生上台，请。这些文物等了太久了，他们应该被看见。我只是帮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以后还有更多的路要走，我不会停。你在干嘛？跟他们打个招呼啊。你认真的？他们等了这么久才回家，总得有人说一声欢迎回来。林苗，快走吧，后面还有好多呢。妈妈，你再等我一下。你都看了5分钟啦。那
妈，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我怎么了？你吵到他了吗？吵到谁了？这个枕头，枕头让你安静？他在跟我说话，你们太吵，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了？他说以前有个小孩一直抱着他睡觉，后来那个小孩就不见了，他等了很久等不到，很难受。哎呀，小孩子想象力丰富。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我站在这，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你刚才说他在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等不回来了，但是请你告诉他，叔叔，他以后还会跟我说话吗？会的，只要你愿意听，他们就会说。他真的听到了，嗯，和你一样。一模一样。东南亚那边查到一批疑似流失的华夏文物，500多件，来源不明。国际刑警希望我们去协助鉴定。什么时候出发？你不考虑下时间？流失的华夏文物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去。行吧，下周，我现在订票。东南亚的事儿，我跟你一起去。我没说叫你去，我也没问你啊。走吧。